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5日啊。咁啊，今日咧就要講大陸呢一個流行嘅詞語。叫做老鼠人啦，可以咧從經濟思想史嘅角度咧去解釋嘅。嗱，咁啊喺開始講之前呢，我哋要介紹我本新書啦。我本新書咧喺7月23號咧正式咧全球發行啊！呢本新書咧係我用咗23年時間寫成，叫做《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嘅變局與抉擇》，係我即係用咗23年寫成嘅代表作嚟嘅。而家咧喺全球會發售啦，香港咧可能咧寄到過去咧都要1個月後嘅時間啦。咁但係咧你可以咧優先喺網上訂購，喺博客來啦、金石堂、成品或者咧喺1841嘅網站裏邊咧就可以訂購，全球咧就會寄送嘅。除咗個別嘅場內國家，馬來西亞咧喺城邦花園書店裏邊咧，亦都已經可以公開發售嘅。咁所以咧你哋可以咧買翻本初版。初版咧，我認為咧呢個書咧係有一定嘅紀念價值喺裏邊嘅，有一定嘅收藏價值。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23年寫成嘅書，咁啊誠意之作嚟嘅。咁呢本書咧主要係講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同埋政治經濟學嘅一啲嘅概念。嗱，咁啊今日嘅題目同呢個題目當然都有關啦，就係關於內卷同埋躺平。嗱，內卷呢個字咧，我20幾年前開始咧係第一批咧參與研究中國經濟史，利用內卷化咧個概念咧做嘅一個學術研究嚟嘅。內卷嘅定義係咩？有增長而冇發展。中國近來咧就陷入咗內卷啦，就係經濟 GDP 好似不斷咁增長，但係啲人嘅生活咧越嚟越艱苦啊！有增長但係冇發展啊！咁啊996啦啲人咧就不斷開 OT， 收入係增加咗嘅，但係生活係質素差咗。啲人咧就買咗樓嗰啲咧就好慘啦，內卷啊！因為咧買咗樓啊嘛，佢表面上咧嗰個資產咧就升值咗喺過去10幾年，但係咧佢嘅生活質素就下降咗。而家仲慘，而家咧就係樓價崩盤啊嘛，佢哋咧就不斷咧要透過增加收入揾第二份工啦。朝頭早已經做一份工啦，就因為供緊層爛尾樓或者咧崩盤樓，然後咧又要做多一份工，夜晚要送外賣為咗要還貸款，否則咧就成為失信人啦。細路仔咧就內卷，由幾歲開始咧就不斷學嘢喎。學嘢唔緊要嘅，學嘢係正常嘅。但係咧，佢哋中國式家長咧就學嘢學到咧，佢哋失去咗學習嘅興趣。暑假明明係休息噶嘛，但係都安排咗密密麻麻嘅補習班。咁啊，學生嘅分數咧係會有增加嘅，但係咧佢哋對學習嘅興趣咧就會失去咗發展啊。咁所以咧就譬如有增長而冇發展。喺呢個咁極端嘅社會環境底下咧，就出現咗咧躺平族啦。躺平就拒絕內卷，拒絕內耗啊！咁有啲人咧就決定喂唔增長啊，我哋佢哋就揾夠就算啦，甚至乎咧就啃老翻鄉下耕田。所以咧有好多咧抖音嘅影片咧就講40歲嘅中年人啦然後就拒絕內卷啦，喺城市裏邊辭一份工，攞咗啲微薄嘅儲蓄就翻鄉下咧就起屋啊！然後裝修老房，哇！呢啲影片咧喺大陸而家都好火爆嘅，裝修老房子啊，我都成日睇啊。佢哋自己 DIY， 自己買材料，自己裝修個祖居呢一種咧就係躺平式嘅生活，就係拒絕內卷。咁啊，而家咧大陸仲有一種咧仲惡劣過內卷嘅，就叫做老鼠人。點解佢仲惡劣過內卷，仲惡劣過躺平咧？躺平啊！都係盡量唔去競爭啫，唔係一個咁惡劣嘅環境都係競爭啫。老鼠人咧係低能量嘅，盡量唔出屋企盡量唔離開屋企，因為離開要消費啊嘛。所以咧佢哋喺張床裏邊係玩手機以前咧就係嗰啲叫隱蔽青年就係打機啦，而家咧就係玩手機刷視片睇嗰啲抖音片，睇小紅書片，睇嗰啲微短劇，咁啊簡簡單單就過一日噶咯，然後就食下外賣，啲外賣平啊嘛。外賣平台內卷啊嘛，不斷送coupon，咁所以咧佢哋就出街食嘢係貴啦，送外賣就平喎，勞動力係好低啊嘛大陸，咁所以呢一啲叫老鼠人。老鼠人人口而家有幾多呢？超過2500萬人口，係比台灣人口更多而家成為咗咧百度咧嘅一個關鍵詞啊！喺百度裏邊已經超過20億人次咧係搜查過老鼠人呢3個字啊！咁即係火爆到不得了啦咁啊點解會有咁多老鼠人呢？根據信報咧就訪問咗香港科技大學嘅學者，呢個香港科技大學者咧就叫做丁學良教授丁學良教授咧就話反內卷出現咗老鼠人。老鼠人嘅原因係因為咧應屆失業學生咧失業率太高啦，
到底而家有幾高啊？唔知道啊，我哋因為中央咧修改咗定義，修改咗1個星期返1個小時工咧都叫做就業。呢個1個小時工咧可以唔係真係出去打工㗎，拍抖音冇收入都可以當係非失業人口。丁學良教授估計，2024年應屆畢業生失業人口達到60%人口。哇，咁誇張！即係1000幾萬人畢業，有600-700萬人係即時失業。即時失業即係揾唔到工啫，揾唔到工唔出奇嘅。即係喺歐美咧，啲人咧都要揾1年先揾到工嘛嚇，因為優先緊係請啲有經驗㗎啦，冇經驗嗰啲梗係要歐美好多咧就一畢業就係出去做實習或者係出去畢業旅行嚇。咁但係中國啊冇流行畢業旅行啊，咁所以咧咪做實習唔知計唔計落去就業人口啦嚇。咁啊冇無薪實習喎，有一啲係。咁所以咧，而家大陸嘅就業人口咧，佢認為啊，只係得30%至到35%，唔會高於40%，意味住60%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呢個係丁學良教授嘅估算嚇。咁呢個應該係最嚴重嘅情況嚟嘅咯。咁所以佢哋一畢業之後，如果唔想去做無薪實習嘅，咁有啲就選擇做外賣平台啦。唔做外賣平台，唔做呢個嘅物流送貨嘅，咁你又揾唔到工啦，咁啊點啊？一係就翻鄉下啃老躺平，一係就成為老鼠人，就揾好少嘅錢，或者咧喺網上啊想辦法揾下錢啊，嚇幫人哋設計啊，嚇幫人哋做一啲網上嘅工作啊。咁但係而家 AI 慢慢取代㗎啦，佢哋就用好少嘅收入咧，就做老鼠人嘅生活。呢個老鼠人咧就喺城市裏邊用幾百蚊咧租一間咧幾十尺嘅房嚇，即係2-3平嘅房，咁然後就過住好低能量嘅生活喎嚇，然後就拍一啲簡單嘅片揾下錢。呢個正式確診為低精力嘅人群啊嚇，呢個幾恐怖啊！低精力嘅人群，呢個就係老鼠人啦，成為 top one 嘅熱門。咁佢哋都拍片嘅呢班人。咁而家喺中國咧已經超過2000幾萬人啦，係屬於呢一種啦。咁啊拍片嘅應該冇2000幾萬，咁啊中間咧就收穫流量嘅咧就非常之多。咁呢個令我諗翻起咧，喺1968年咧至到72年有一個實驗叫做老鼠實驗，喺美國嘅一啲學者咧就叫做約翰卡爾宏啊，做咗一套咧叫老鼠實驗嘅研究啊。呢個老鼠實驗咧係人類烏托邦實驗嘅一個翻版嚟。咩叫老鼠實驗啊？約翰卡爾宏喺1968年嘅時候，佢揾咗4對老鼠，4對即係8隻啦，4男4女。然後咧喺美國國家心理研究所裏邊，喺馬里蘭州嘅實驗所揾到一個農地。喺呢個農地裏邊咧，佢就設置咗一個實驗情景。嗰個大係幾大咧？2.7平方米，高1.4米。呢個1.4米、2.7平方米上面仲有個網嘅，所以咧嗰啲老鼠係爬唔出去嗰個實驗所裏邊。然後裏邊仲有隧道啦，然後有房間嘅喎，房間裏邊咧就有食物嘅漏斗，有飲用水嘅分配，仲有即係定期會幫佢哋清潔啦，定期會灑水啦、清潔啦、沖走啲糞便啦等等嘅情況。咁啊，所以咧係有好充足嘅居住空間嘅。有好充足嘅呢個水源，對老鼠嚟講係烏托邦，因為咧每日定期會派食，而且係冇競爭喎，冇天敵喎。老鼠喺出邊咧會有狐狸啊，老鼠喺出邊咧會有野貓喎，有家貓喎，有捕捉喎，所以咧佢哋係完全唔需要捕捉，但係都能夠有穩定嘅糧食供應嘅。呢個係對老鼠嚟講咧係共產主義社會。咁但係咧出現咗一個好奇怪現象。呢個8對老鼠去到55日嘅時候咧，老鼠嘅數量就翻咗倍啦。8隻老鼠4對就變成咗16隻咯。去到55日，咁佢哋就不斷繁殖啦。當佢繁殖到第315日嘅時候，已經有620隻老鼠啦，厲害係嘛？315日未夠一年，竟然有600幾隻。去到第600日嘅時候，已經有2200隻老鼠。哇！呢個咧就涉及到一個經濟學可以解釋嘅情況啦，叫做馬爾薩斯陷阱。經濟學、人口學裏邊有一個理論叫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嘅意思係咩呢？當人口不斷增加，但係咧糧食咧就追唔上人口嘅增加，因為土地咧個供應係唔能夠無限增加噶嘛，但係人口咧就相對簡單地增加嘅，咁就會出現到人口增長嘅速度遠高於糧食增長嘅速度，然後咧就會引發起大型嘅戰爭。透過戰爭咧，同埋溺殺嘅嬰兒啦，易子而食啊，古代叫做溺殺嬰兒，因為嬰兒咧喺戰爭環境底咧，佢哋存活率係最低嘅，預期養大又要
佔據資源，佢哋不如自己食啦嚇。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出現咗人口嘅調制啦，人口嘅調節，呢個就叫馬爾薩斯陷阱。咁呢個喺老鼠實驗裏邊咧，佢唔單止係出現咗，但係仲極端喎，就出現咗大量嘅躺平族出現。點解咧？因為喺2200隻老鼠咁嘅環境底下，啲糧食係經一個固定嘅管道運送噶嘛。咁即係永遠咧就係有資源嘅老鼠，佢哋咧大隻嘅老鼠就能夠佔據咗嗰啲糧食管道喎。第二就係交配權利啦。咁2200隻老鼠裏邊咧，交配咧優先交配咧就係揾啲強壯嘅老鼠交配，啲母老鼠咧就唔拒絕同啲弱者嘅老鼠咧交配嚇，因為同弱者老鼠交配咧，佢獲得唔到足夠嘅糧食保護啊。同強嘅老鼠交配咧，佢哋咧就可以優先獲得好嘅糧食，所以啦變成咗一啲天生出嚟基因上有缺陷嘅老鼠，佢哋就冇交配權，食物同埋飲水權利咧都係排得好其次嘅。咁一開始就打仗啦，但係後來打輸咗，打輸咗呢啲老鼠點啊？躺平啦，佢哋瞓喺度，每日就係梳下毛，見到人哋有跌咗少少糧食就執幾口啦嚇。咁但係咧佢哋唔去再主動交配啦，唔再主動爭取糧食啦，因為佢哋打唔贏啊嘛。呢啲啊第一批出現嘅就叫躺平族啦。咁啊躺平族咧，佢哋梗係資源不足嘅，梗係營養不足嘅，所以到最後咧佢哋就優先死先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未必係第一批死嘅，因為咧最有競爭力嘅老鼠咧就互相殘殺先嘅，即係兩批最有競爭力嘅老鼠互相殘殺爭取資源。咁爭取資源啦，梗係冇咁強嗰批會俾人打死嘅。最弱嗰批躺平族咧，反而咧就唔喺戰爭中裏邊死亡，佢哋仲可以咧有一啲被廝殺死嘅老鼠嘅屍體裏邊咧，仲獲得一啲嘅糧食，所以又出現咗另外一批人喎，叫老鼠人。躺平嗰啲都係執下地下啲糧食嘅啫，老鼠人咧就匿埋喺度嘅，喺陰暗處裏邊就去偷嗰啲屍體嚟食下。咁啊，第三個情況咧就出現咗攻擊又宅啊，因為喂勁嘅打唔贏啊嘛，鬼鼠咪偷襲佢個竇咯，偷襲啲母老鼠啱啱生出嚟嗰啲咯。咁所以咧喺2200隻老鼠咧去到頂峰嘅時候，唔再增長啦人口，咁啊開始慢慢減退，因為咧幼鼠不斷死亡。當啲幼鼠不斷死亡嘅時候咧，喂咁啲年長嘅老鼠梗係越嚟越老噶。越嚟越老，佢哋都會死於自然嘅，所以咧佢哋繁殖行為咧冇再恢復。嗱，馬爾薩斯陷阱就假設咧人口會調節嘅，但係喺呢個叫做25號宇宙實驗裏邊咧，呢個老鼠嘅人口係冇再調節到。佢哋幼崽被殺死之後，老嗰批咧就會隨住年紀增長而死亡，所以咧佢就出現咗人口斷層。咁啊，即使再生出嚟嗰啲咧，亦都會俾其他咧中層嘅老鼠咧係捕食喎。所以最後呢個老鼠實驗咧，係最後一隻老鼠都死埋嚇，因為呢個老鼠係2次死亡啊。約翰卡爾文嘅解釋，第一次係社會性死亡，佢躺平嘅刻，佢成為老鼠人嘅刻，佢就已經係第一次社會性死亡。第二次就係營養不足啊，去到最後一隻老鼠死嘅時候，就係呢個老鼠世界嘅滅亡。老鼠世界滅亡係第二次死亡。係物理上嘅死亡，咁所以由2200隻老鼠變成1隻老鼠，最後變成0隻老鼠。呢個就係約翰卡爾文嘅實驗研究。當然呢個實驗研究50幾年前啊，呢50幾年嚟咧有好多學者咧係質疑呢個研究是否公正嘅，因為咧認為呢個研究咧好多個盲點，就係同呢個社會實驗咧未必一致嘅。就因為人類社會係會擴展生活空間噶嘛，而家有啲人都話要去火星啦，但係嗰個研究咧就冇擴展生活空間，佢嚟嚟去去都係嗰2.7米、1.4米高佢冇擴展生活空間嘅，呢個第一點。所以人類咧就唔會因為躺平而變成老鼠人咧，最後一隻老鼠都冇，就會出現咗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就會大型嘅戰爭，然後人口咧就會去到均衡啦，就好似太平天國咁。因為清朝咧個可耕地不足，太平天國咧令到中國有1億人口消失咗咧唔一定係死亡嘅，佢哋有啲匿入咗山林裏邊，但係1億人口唔再喺平原裏邊生活，有戰爭，咁然後清朝咪變成咗後來晚清嘅時候經濟又繁榮翻咯。呢個就係經濟史，人口係會自己調節，係因為土地係可以擴充嘅。啲人喺平地生活唔到咧，佢哋走上山上面生活。
喺清朝咧呢個叫彭盟。喺現代社會咧，喂有啲中國人喺中國生活唔到，佢咪翻鄉下躺平咯，鄉下有地方，或者有啲有能力嘅移民去外國咯，外國有廣闊嘅世界，係咪？嚟歐洲去英國，走線去美國又有即係投資移民嘅又有，咁呢個咪就係咁咯。而家大陸有啲人就不斷嚟香港啦，啲高專才嚟香港，所以咧人口就會出現馬爾薩斯陷阱。25號宇宙咧就冇啦，佢個空間係咁大，而且咧就因為始終你話清潔咧，佢哋都係灑下水啫嘛，灑下水清潔咧，你就會導致有鼠疫嘅喎。其實因為清潔得唔乾淨，有瘟疫嘅喎，有傳染病嘅喎，所以咧最後2200隻老鼠死晒，剩翻一隻，嗰一隻都死埋咧，好大機會係因為傳染病死。所以呢個研究50幾年前咧，佢哋其實就係諷刺人類嘅烏托邦，係諷刺共產主義研究。仲有一啲 bug 喺裏邊嘅，咁今日我就將嗰啲 bug 咧捉埋出嚟，就話俾大家知，人類未必會好似25號宇宙咁樣係化為零，地球生活唔到咪去火星咯，係咪啊？土地生活唔到咪去海上咯，都係會嘅，因為人口咧會好似馬爾薩斯咁講，大型嘅戰爭之後咧，佢哋就會調節嘅。但係問題要出現大型嘅戰爭調節咧，呢個代價當然係好慘重啦。人類歷史已經試過無數次，晚明嘅時候啦，李自成、張獻忠大規模屠殺，咪其實就係馬爾薩斯陷阱裏邊所講嘅人口自我調節啦。中古時期呢個歐洲十字軍東征嗰啲咪就係人口調節嘅方法嚟咯，殘暴，但係咧卻係人類咁樣一步一步走嚟嘅。咁我本新書咧《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咁已經咧係公開發售，希望大家支持。買完之後啊，喂上去個讀書平台裏邊咧打粒星落去，多謝大家打5粒星啦，根據你自己嘅讀書興趣。OK，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去 join 會員呢個嘅會員咧有大量獨家內容同埋優先睇嘅。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